新婚夜，我在陆行舟口袋里看到一条女士蕾丝内裤，中间带按摩珠的。我强忍恶心，借口肚子疼拒绝和他欢好。他体贴入微，煮红糖水，温热的大掌敷在我肚子，为我减轻疼痛。可当我假装睡着时，陆行舟却悄悄起身去了地下车库。我亲眼看见他和他干柴烈火，车子晃了一夜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新婚当晚，我给陆行舟挂衣服时，被他口袋里露出的一角吸引。我好奇地拉出来，竟然是一条穿过的女性蕾丝内裤。我不由红了脸，不知穿的人得有多放浪。下意识的，难道陆行舟出轨了？可是5年的感情，他一直对我很好，不可能出轨的。但这条内裤是谁的呢？心中一阵慌乱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正当我左思右想时，洗手间的水声停了。我赶紧将内裤重新塞回口袋。下一秒，陆行舟只围着一条浴巾堪堪挡住下半身就出来了。或许是太过着急，连头发都没有擦干，水珠顺着发尾流过完美的侧脸，落在锁骨，顺着精壮的胸肌流向6块腹肌，然后一路向下没入浴巾之中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男人真的很好看，不光脸长得好看，就连身材也是无可挑剔。宽肩窄腰大长腿是基本配置，他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，也没有过于壮硕，肌肉均匀，线条流畅，让人忍不住摸一把。宝宝，看够了吗？是不是把浴巾扯掉才能看得更清楚？陆行舟的调侃拉回了我的思绪。说话间，他已经一把扯掉浴巾，身上只剩下一条底裤。他像饿狼一样扑向我，我不动声色地抵住了他的胸膛，脑海中都是他是否劈腿的疑问。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说出了心中的疑问：行舟，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？有没有骗过我？陆行舟一愣，随即斩钉截铁地说：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我爱你如命，怎么可能会骗你？老婆，今天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！别浪费时间了，我等这天太久了，我也等这一刻很久了。但是想到那条羞涩的内裤，我控制不住的恶心反胃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装肚子疼。今天恐怕不行了，我肚子好疼。陆行舟垮着脸，有些失望。老婆，大姨妈来了，真是想弄死我呀！那就等你姨妈过去了，咱们再深入交流。等着，老公给你煮红糖水哈。看着男人忙碌的身影，我有一丝恍惚，是不是我真的冤枉他了？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会清晰地备注我来姨妈的时间，会提醒我注意事项，为我煮红糖水。但现在很明显，他不记得了，还没到姨妈期。喝完红糖水后，我们就休息了，什么也没做，就只是静静地躺着。黑暗中，我能感受到陆行舟翻来覆去的烦躁。凌晨1点，陆行舟拿起手机鼓捣了一会儿。1点半的时候，他轻轻地叫了我几声，我装睡着了，没有回应。然后他蹑手蹑脚地穿上衣服出门了，我随即也捞上衣服跟在后面，直到地下停车场。他钻进了一辆车里，随即那辆车开始疯狂地晃动。我如遭雷击，像是被一把利剑刺穿，定格在原地，连轻轻呼吸都是疼的。他竟然真的出轨了，还这么饥渴，连酒店都来不及去，摧毁了我最后一丝希望。原来他就是内裤的主人，陆行舟的小青梅苏可欣。车子整整晃了2个小时才停下来，足见战况有多么激烈持久。我就站在那里，通过手机摄像头欣赏了2个小时。
不知道是恶心他们还是恶心自己。完事后，两人时不时地说些什么，笑得花枝乱颤。陆行舟更是肆无忌惮在苏可欣身上作乱。初秋的天真冷了，我站在那里都要冻僵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换了个姿势又开始了，我忍不住干呕，随后头重脚轻地回家了。直到凌晨5点，陆行舟才脚步虚浮、蹑手蹑脚地回来，直接去了洗手间洗澡。等他再躺下时，我睁开了眼，半夜3更的，你去哪了？哎呀，老婆，你吓死我了！陆行舟拍着胸口，眼里闪过一丝心虚。我能去呢？公司项目出了点问题，我这刚处理完回来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把你吵醒了。他伸手将我捞入怀里，刺鼻的香水味让我又想干呕。狐狸精的味道就是大，洗都洗不干净。我嫌恶地怔了怔，跟他拉开距离。热，你身上太热了，血气方刚的年纪能不热吗？而且老婆又不给我降温。陆行舟一脸委屈地说着混话。如果是以前，我真会觉得憋着他了，但是现在，我只觉得眼前的人好陌生，好恶心。陆行舟，你爱我吗？当然，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你，只爱你。看着他毫不犹豫脱口而出的爱意，我只觉得好讽刺。这样信誓旦旦的谎言，他竟毫无愧疚之色。那在他这里，还有什么是真的呢？心脏传来密密麻麻的疼。我们这段感情终究是走到头了。次日，我收了做全职太太的心思，重新找工作。事实证明，男人永远是靠不住的。基于之前的工作经验，我很快就收到了一家大公司的 offer。经过陆行舟的公司，我进去转了一圈，公司的员工都认识我。毕竟这家公司是我和陆行舟一起打拼起来的。从以前的心腹那里得知，陆行舟换了新秘书，正是他的小青梅苏可欣。我忍不住勾唇冷笑。总裁秘书要求专业能力非常强，可苏可欣什么德性，他根本没办法胜任。你怎么来了？突然响起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，正是苏可欣。我的公司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反而是你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他不屑地冷嗤了一声：你别忘了这家公司姓陆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我现在可是杭州哥哥的秘书，跟你这种家庭妇女可没有共同语言。我还要陪行舟哥哥去见客户呢。说话间，扭着屁股进了总裁办公室。之后，他熟练地挽着陆行舟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两口子呢。看来他们应该早就不清白了，因为他的刻意遮挡，陆行舟并没有看到我。第二天，我准时到新的公司入职项目部经理，跟同事们去对方下榻的酒店谈签约。结果，我刚到酒店医院就打来了电话，我妈妈犯病了，吵着闹着要见我，护工们看不住她了。入职第1天，我也不好请假，无奈之下就打给了陆行舟。毕竟我妈妈还挺喜欢陆行舟的，陆行舟对我妈妈也不错。喂，行舟，你能不能帮我去医院看看妈？妈情况不太好，我现在有事情走不开。好，我等下就去。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我放下心来。可1个小时后，医院又打来电话催，问我什么时候到。我才得知，陆行舟到现在还没有去。结果一抬头，我看到陆行舟和苏可欣两人正在不远处有说有笑地吃饭呢。一瞬间，怒火直冲脑门。我拨通了陆行舟的电话：你在哪？我在医院呢。放心吧，宝宝，妈挺好的。他一边敷衍我，一边喂苏可欣吃东西。所以，他对我是一句真话都没有了吗？是吗？那你往后看。看到我那一刻，陆行舟慌了。宝宝，我是怕你担心，
所以才……你放心，我陪可心吃完饭，立马就去医院看妈。陆行舟，我都说我妈犯病了，你还在这里风花雪月。如果你不想去，你可以拒绝。宝宝，你听我说，今天是可心生日，没心思再听她的狡辩，跟领导请了假，我就直奔疗养院了。而陆行舟被苏可心拉着，终究是没有追出来。等我到达疗养院的时候，我妈已经跑到了大街上，迎面而来的汽车直直地朝她撞过去。那一刻，我顺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妈！电光火石间，一辆库里南冲出来，生生逼停了那辆车。我硬撑着将我妈拉到一旁，膝盖一软跪坐在地上，差一点我就失去我唯一的亲人了。等我缓过神来，库里南的主人和被撞的那辆车主都已经走了。安顿好我妈后，我去了公司找陆行舟。我本打算直接踹门进去，结果他让我大开眼界。在办公室门口，我听到了糜烂的欢愉之声。行舟哥哥，你轻点，万一被别人听到了。哈，谁让你叫的那么大声？再说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就算听到了，也没人敢乱说。你就不怕你家那位知道了？知道了又怎样？他要是能满足我，我用得着在外面找吗？不过咱们的关系仅限于此，你不要打别的主意。我爱她，她是永远的陆太太，不许你挑衅她。我只觉得嘲讽，一边出轨一边说爱我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里面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我实在听不下去，按在门把手上，门竟然开了。这是有多么肆无忌惮！白日宣淫，连门都不锁，他们是真的不怕被人撞见吗？连门开了，陆行舟都没听到，背对着我，正疯狂地对苏可心攻城略地。苏可心媚眼如丝，挑衅地看着我，叫得更加魅惑。我拿出手机，清晰地将他们的苟且拍了下来。看到我的瞬间，陆行舟惊呆了。老婆，我妈差一点出车祸，你却大白天在办公室乱搞，你们真的不要一点脸吗？云兰，对不起，但是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？如果不是你不给我，我怎么会找别人？不过你放心，陆行舟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陆行舟吃惊地看着我，我一字一顿，离婚？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我就拿你出轨的视频去法院告你。短暂的沉默后，陆行舟缓缓开口，非要如此吗？就算我同意离婚，你估计也不会同意的。我疑惑地看着陆行舟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万万没想到，陆行舟竟然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苏可心，出去。陆行舟洗了个澡，斜依在沙发上点了根烟。苏可心不情不愿地整理好衣服出去了。我嫌恶地打开窗户通风。云兰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但我和苏可心什么都没有，只是生理需求。我爱的人只有你。陆行舟，闭嘴吧！你说这话自己信吗？如果我和别的男人这样，你能接受吗？那当然不行。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呵，你也知道不行啊！别废话了，谈谈离婚吧。非离不可吗？你知道的，我有情感洁癖，非离不可。我坚定地说。他沉默地抽完了那根烟，然后递给我一份协议。看到协议内容，简直是晴天霹雳，差点劈死我。他竟然背着我跟别的公司签署一份对赌协议，如果在3年完不成既定销售额，将会面临5倍赔偿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咬牙切齿地问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我把公司、股票、房子还有联合账户的钱。轰隆，我的世界崩塌了。陆行舟，你混蛋！你动用联合账户的钱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那是我们共同打拼的心血，你就这样一声不吭拿去赌？我拽着陆行舟的衣领，恨不得勒死他。陆行舟有几斤几两，我还是清楚的。
他是有能力，可是这么大的数额，他能不能完成是个未知数。如果现在离婚，我不仅身无分文，还可能背负巨额的债务。除非对赌成功。陆行舟愧疚地握住我的手，老婆，不离婚好吗？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拼尽全力，一定会对赌成功。你等等我，到时候公司的市值能翻好几倍，我一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。如果不是亲眼撞见他多次出轨，我可能就信了。陆行舟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你是我老婆呀，不告诉你是怕你担心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共同的生活在努力呀。我真的气笑了，到底是担心还是别的什么？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整整5年，我们从无到有，基于信任，我全部的身家都在联合账户里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一个人失望过。他亲手将我送进了深渊，这婚该怎么离？他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呢？他曾经明明很好的。我和陆行舟是大学同学，那时的我们都是学霸，长得也都挺好看的。唯一的不同，我是单亲家庭，而陆行舟出身豪门，父母双全。可他身上没有一点公子哥的陋习，反而谦虚好学，志存高远。当时追他的女孩子成群结队，可他偏偏选了我，还一根筋地追了我3年。那时的我总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就算在一起也不会长久，毕竟豪门都是联姻的。可陆行舟却从未放弃，甚至为了我一直和家里对抗。如果他能干出一番事业，他家里就同意我们在一起。最终他为爱不顾一切拼搏的决心和行动打动了我。大4那年，我们在一起了，我和他一起为我们的爱情打拼，熬夜，低三下四的到处求人、喝酒，都是家常便饭，只为了能拉到投资、合作到好的项目。经过我们夜以继日的忙碌，终于有了起色。后来因为快速抓住时代的风口，我们的事业慢慢走上正轨。那时的我们忙得脚不沾地，却忙里偷闲爱着彼此。他记得我所有的一切，小到例假是哪天来，他会体贴地照顾到每一个细节。姨妈期的红糖水、暖宝宝，晚上担心我的安全，风雨无阻接我回家，体谅我的辛苦，帮我卸妆洗脸，半夜起来为我做喜欢的食物。感情上，他非常懂得避嫌，不会给别的女人一点机会。他的爱面面俱到，绝不是作假。可现在呢，我们事业有成，如愿以偿的结婚了。本以为苦尽甘来，可结婚当晚，老公出轨了。婚后打算做全职太太，生儿育女，结果现在连生活保障都没有了。所以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还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？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家，浑浑噩噩地躺在床上时，只觉得浑身发冷，当天就发烧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到有人在照顾我。在睁眼时，已经是第2天中午了，身边没人。我以为陆行舟已经去上班了，没想到他竟然在厨房里做饭。自从公司上市后，他就没下过厨了。宝宝，起来了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昨晚吓死我了，都烧到40度了。陆行舟殷勤地帮我拉开椅子，桌子上都是我爱吃的菜，也是我以前感冒的时候他常做给我吃的菜，可我却没一点胃口。陆行舟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我们结束了。说什么胡话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我已经和苏可欣断了。晚了，你出轨是事实，多次背叛我也是事实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你脏了，我就不要你了。这话永远算数。云兰，难道因为我偶尔犯错就要磨灭我们多年的爱吗？我爱你这件事永远都不要怀疑。够了，不要再玷污爱这个字了。
口口声声说爱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出轨？我气得摔碎了手边的勺子。陆行舟还要反驳什么？电话突然响了，是苏可欣打来的。不是说断了吗？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，在我的注视下，陆行舟按灭了手机。可苏可欣很执着，最终陆行舟尴尬地按了接听键。我没忍住笑了出来，陆行舟却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。好，我马上来，你坚持住，老婆。可欣被人算计了，我得去救她。我们的事等我回来再说。话落，车子就已经飞出去了。这么着急，还说只是生理需求，眼眶有些酸，估计是感冒后遗症。自中午出去后，陆行舟一直没回来。根据我找的私家侦探回复，苏可欣是在酒吧被接走的。之后两人去了酒店，做了什么不言而喻。虽然知道了出轨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，可我心里还是会觉得很恶心，很疼。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也没必要再浪费钱让侦探查了。结了费用后，我删除了侦探，我该何去何从呢？婚肯定是离定了，如果不想未来背负债务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帮助陆行舟完成对赌，否则这份协议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我将日夜不得安宁。有的时候想想，真心觉得活着好累。早死的爸，疯了的妈，出轨的老公，背债的大傻瓜，我的人生还真是曲折得很。可这又能怪谁呢？只能怪自己识人不清。晃了晃一团浆糊的脑袋，我开始做项目计划书，直到晚上10点，陆行舟才一脸怒气地回来了，将一叠照片摔在我眼前。沈云兰，你查我，既然被发现了，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冷嘲一笑，查你就查你喽，你要是没问题，我查你干什么？照片中的难道不是真的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以后再也不会查你了，随便你找多少个都没所谓。陆行舟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婚我们是一定会离的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云兰，我说过了，不会离婚的，你会是永远的陆太太，你能别恶心我了吗？我嫌脏。或许是这句话刺激到了陆行舟，他一下子扛起我就往卧室走，将我扔在床上后欺身而上。我疯狂挣扎，陆行舟，你别碰我，你这个脏东西，我再脏也是你男人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做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。陆行舟红着眼，粗鲁地扒掉了我的裙子，男女力量悬殊，我无力反抗，只能屈辱地闭上眼睛，眼角划过2行清泪。看到我这个样子，陆行舟停了下来。沈云兰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的沉默震耳欲聋，回答了所有。他有些慌了。云兰，对不起，别哭了。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不爱了，从你出轨那一刻起就不爱了。我麻木且肯定地回答了他，他却委屈地说，可这件事不能只怪我一个人，如果那天你给我了，我就没机会出轨了。再说，圈子里的男人哪个不是彩旗飘飘，养在外面多了。我和苏可欣不过是一时冲动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你的地位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一下？我真的被气笑了。陆行舟，不要再刷新你的下限了，我们好聚好散，给彼此一点体面吧。散不了一点，这辈子我都不会放你走。留下这句话，陆行舟摔门走了。可我没想到他会那么变态。12点的时候，我听到停车的声音，他竟然将苏可欣给带回来了。2人直奔我们的主卧。既然你不愿意陪我睡，那你就出去睡。我被赶出了主卧，不多时，里面就传来了男女欢好的声音。他故意开着门，苏可欣的叫声传遍整个楼层。我突然觉得陆行舟很可笑。半夜我起来喝水，碰到陆行舟抱着他去洗澡，
苏可欣趴在陆行舟的胸口，向我挑衅：“沈小姐，我知道你嫉妒我和行舟的关系。”看着他那绿茶样，我直接打断：“放心吧，嫉妒不了一点。你俩渣男贱女，绝配，一定要生生世世锁死，千万别出来霍霍别人。你这也叫半宿了，渴了吧？我会顺便给你们倒2杯水，喝完了继续叫。”就当是帮我助眠了。陆行舟的脸色越来越黑。沈云兰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？你真搞笑。我为什么要在乎？你只要不睡我，睡谁都没所谓。我对着灿烂一笑，还给他做了个加油的手势。5年的感情，说一点不在乎那是假的，但却也是真的不爱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苏可欣后半夜没再叫了。第2天一早，苏可欣就一脸不高兴地走了。云兰，我们谈谈吧。陆行舟顶着2个熊猫眼，无力地说道：“陆行舟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完成对赌。事成之后，我们离婚，平分财产。”我开门见山，不愿多跟他废什么话。沉默片刻后，他喃喃开口：“到时候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不要跟我离婚。好不好？”听听这委屈的语气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是那个负心汉呢。呵，陆行舟，你这算盘珠子都打我脸上了。婚一定要离，你知道我的能力，同意我们就合作，不同意你就等着破产吧。公司能有今天，我绝对居功至伟。他自己几斤几两，擅长哪个方面，他也是有数的。最终陆行舟答应了我要求，以防他反悔，我录了音，还签署了合作协议。接下来为了离婚而奋斗，还真的是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涉及到金钱，无论是谁，还是要慎之又慎。辞掉刚找到的工作，全力投入到陆氏的创收中。半个月后，终于做好了详尽项目计划书，去谈合作。结果遇到了一个熟人，库里南车主。原来他是万亿市值大公司天盛集团的总裁陆北霄，怪不得800多万的车说撞就撞，太好了！而且这张堪比娱乐圈顶流的神颜，不知道要迷死多少人。陆行舟就已经长得很好看了，但眼前的这个人还要甩陆行舟几条街，看够了吗？一道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，四目相对，他的眼睛好像有什么魔力，冷漠又深情，我差点都要陷进去了。被人逮到偷看，我不由自主红了脸。不好意思，您长得太好看了，一下子没忍住。对了，谢谢您那天救了我妈妈。我感激地向他鞠了个躬，毕竟那可是救命之恩啊。我看起来很老吗？啊，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您来您去的，我在你眼里很老吗？他又重复了一遍。不，这不是敬语吗？不用敬了，我也就比你大3岁。话说你要怎么感谢我？男人玩味地看着我问。我思索再三，总不能以身相许吧？估计他会告我猥亵他，而且他那么有钱，无论我做什么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于是我心一横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本以为他会拒绝，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。会议结束后，我带着陆北霄去了一家口味各方面都还不错的西餐厅。结果菜刚上来，陆行舟带着苏可欣也来了。小叔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云兰，你为什么会和小叔叔在一起？字里行间竟带着一丝质问。小叔叔，这个男人竟然是陆行舟的小叔，那个食物链顶端的男人。陆北霄挑眉，我去哪里？需要提前向你报备。不同于刚刚的温润如玉，此刻的他妥妥的上位者的气势，让陆行舟不自觉弯了腰。当然不用，小叔叔说笑了，还不带着你的人消失？别打扰我吃饭。陆北霄优雅地切着牛排，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他。陆行舟没敢再说一个字，
不悦地看了我一眼，拉着苏可欣走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陆行舟这么卑微。果然，在绝对的强者面前，谁都不敢造次。看到陆行舟吃瘪，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好起来，想笑就笑吧，憋着多难受，哈哈哈！我一个没忍住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陆北萧无奈摇头，有这么好笑吗？他也不由得勾起唇角，我的老天奶呀！这个男人笑起来也太好看了吧！今天就算项目谈不拢也值了。这盛世美颜看得我心花怒放，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了。别看了，菜凉了，再看我就把你吃掉！我的天啊，这个冰山竟然会开玩笑！不过这话听起来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。当下我也没多想，你是他的太太，为什么他跟别的女人黏在一起？陆北萧好奇开口，我无奈叹气，他出轨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离婚？我深深舒出一口气，一言难尽啊！我将对赌协议的事情告诉了他，毕竟他是陆行舟的小叔，也不是外人，所以你来谈项目是为了帮他完成协议数字。是啊，不然我要等到3年后才可以离婚，而且有可能……算了，不谈工作了，吃饭。听到离婚2字时，陆北萧微不可察地勾了勾唇。幸运的是，经过1天的洽谈，陆行舟公司也入围了合作候选人。3天后，所有候选人同台竞技，角逐出最后的赢家。这夜总算是没白熬。我养了养酸胀的脖子，准备打车回去。一辆宾利停在了他面前。陆北萧打开了后门，上车。现在不好打车，我连忙摆手，不用了，小叔，咱们不顺路，我多等一会儿没事儿，赶紧上来，这里不能停车。看他真心实意邀请，我也不好再拒绝。谢谢小叔，这么晚了，陆行舟怎么不来接你？他放心你一个人。我讪笑道，他应该忙着接别人去了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手续，但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。他没再说什么，开始闭上眼睛假寐，一路无话。我到家时已经9点了，陆行舟竟然破天荒地在门口等我。看到我从陆北萧车上下来，他脸色沉了几分。小叔，陆北萧嗯了一声，疾驰而去。不让我去接你，就是为了勾搭小叔？我简直无语。你是不是有病？龌龊的人看什么都龌龊。我和小叔只是偶遇，最好不是，毕竟我们还没离婚呢。真不明白，曾经光风霁月的陆行舟怎么会变得如此阴暗猜忌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陆行舟，你真够双标的。懒得再搭理他，我转身往别墅走。经过餐厅时，看到桌子上摆满了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我一时有些恍惚。曾经他不管多忙多累，都会为我亲自下厨。可惜时过境迁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云兰，吃点东西再休息吧，全部都是你的最爱。陆行舟像个等待夸奖的孩子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不用了，我吃过饭回来的。不忍心看他眼中的落寞，我快速上楼了。自从他把苏可欣带回来那天，我们就不睡在一个屋了。我照样睡在了次卧。或许是这几天太累了，一夜无梦。至于陆行舟什么时候睡的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主卧的灯还亮着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一刻都不敢懈怠，带领项目组的成员们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方案，把竞品的优劣势也分析得熟透了。毕竟这一次是决定我命运的转折点，只要拿下天盛的合作，对赌就没问题。3天后，我忐忑地带着项目组迎战了。经过激烈的你来我往，我们总算是分得了一杯羹。初次合作时长刚好3个月，3个月足够完成协议上的数额了。我强压住心中的激动，回去以后
一定要和项目组的伙伴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竟然被人算计了。当晚，我们一行人吃完饭后来到酒吧，大家都沉浸在高额项目提成的欢愉中，一个没注意，我被人下了料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是喝多了，头昏脑胀的去洗手间想洗，把脸清醒一下，结果却被人强行带走了，浑身酸软无力，燥热难耐。我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药，看着眼前猥琐的几个男人，我忍不住干呕，却无力挣扎。就在我以为要被这些个猪亲戚玷污时，门被踹开了，房间里响起杀猪般的叫声。透过朦胧的视线，猥琐男这下真被打成了猪头，之后还被人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出去。此时的我热得想死，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或许是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我忍不往他身上爬，接触到他冰凉的肌肤，舒服的我直哼哼。男人喉结滚动，强压下身体的躁动。沈云兰，你清醒一点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不，你就是医生。尝到甜头的我更加卖力地扒拉他的衣服，还不忘扒拉自己的，因为实在是太热了，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。我像只八爪鱼一样直接缠在男人身上，一开始凉凉的，还挺舒服，可后面男人的温度越来越高，烫得我难受。耳边传来男人的粗喘：“沈云兰，你别再乱摸了，会出事的。”我难受，我红着眼，委屈巴巴地看着他，水气氤氲，动人心弦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视线朦胧，我好像看到了陆北萧。小叔叔，是我。看着他那娇艳欲滴的红唇，我没忍住吻了上去。啧啧，一个大男人，嘴唇粉嘟嘟的，比女人的都好看，触感真不错呀。正当我在心中默默感叹时，被陆北萧按着后脑勺发狠地亲了起来。换气时，我听到他说：“云兰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”语毕，他撬开了我的牙关，一时间天雷勾地火。我像是岸边搁浅的鱼，突然有了水的滋润，在欲海中浮浮沉沉。熟悉的感觉让我有一瞬的清醒，原来那晚的人是他。得知陆行舟出轨后，我心里难受，出去喝闷酒。刚好那晚陆北萧被人算计了，两个不清醒的人稀里糊涂就睡在了一起。怪不得他会不惜报废一辆库里南救我妈妈，还是之后天盛的竞标。屋顶的灯不知晃了多久，直到我累晕过去，再睁眼，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。一抬胳膊才发现浑身像是要散架一样。小说女主撑不起我呀，像是被碾压过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好不容易坐起来，看着地上的小雨伞，我差点没吓死。整整7个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扭头看向身边的男人，我忍不住在心中感叹：这睡颜真好看啊，这体力也是真强悍。想起昨晚的战况，我忍不住红了脸。还有，我竟然睡了老公的小叔叔，这让我情何以堪呢？想来想去，还是不要面对面的好，我就当一回在逃公主吧。正当我蹑手蹑脚下床时，腰部被一个线条分明且强壮的手臂重新捞回床上。他将头埋在我的颈侧，带着鼻音懒懒地说：“侄媳妇不厚道啊，睡完就想跑，这是不想负责呀。”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垂，让我有些心猿意马。强迫自己回神后，我尴尬地回应：“怎么会呢？我不是那种人，只不过我尚未离婚。等我恢复单身后，若你还有意思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说话算话，绝对算话。”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，陆北萧激动地抱着我又腻歪了一会儿。这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冷傲少爷吗？简直就是小奶狗一枚嘛！外面的敲门声越来越大，恨不得把门给拆了。沈云兰，开门！你有本事偷男人，
你有本事开门啊！等我和陆北萧穿戴整齐后打开了门，陆行舟正像一头暴怒的狮子逼迫酒店工作人员。看到我们，他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小叔，怎么是你？陆北萧一个眼神，周围的闲杂人等都识趣地离开了。进来吧，别站在外边丢人现眼。刚进门，陆行舟就抓住了陆北萧的衣领。小叔，你不会不知道沈云兰是我老婆吧？是你的侄媳妇，你怎么能？简直畜生不如！还有你，沈云兰，你不让我碰你，却和这个男人在这偷情，你要不要脸？陆行舟，陆北萧低吼了一声：“有什么冲我来？你不去查他是被谁陷害，在这里发什么疯？怪不得他会想要跟你离婚，没用的东西！”陆行舟气得双眼通红。陆北萧，无论被谁陷害，跟他做的男人也不能是你，你欺人太甚。毕竟我们还没离婚，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爷爷，告诉媒体，后果你知道的。沈云兰，跟我走！陆行舟拉着就往外面走。陆北萧想要阻拦，我摇了摇头，这关系太乱，如果被拍到，确实太难看。他不应该因我受到牵连。陆行舟带着我驱车离开，阴沉着脸，一路无话。急停的刹车声暴露了他的愤怒，他将车钥匙狠狠摔在了客厅的桌子上。沈云兰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陆行舟，我被人下了药，是陆北萧救了我，我也帮你拿下了天盛的合作。3个月后，对赌就能完成，我们的婚姻也就结束了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分财产时可以你6我4。云兰，我们不离婚，我们都背叛过彼此，这下公平了。忘了过去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冷嗤一声，不好。被拒绝后，陆行舟恼羞成怒，你是不是早就跟陆北萧有一腿？我真的无语透顶。我们之间从来不是别人的问题，是你先背叛我，算计我。如果不是为了对赌，我会去酒吧，会被人下药吗？我为什么被下药？下药的人是谁？你敢说你不知道吗？我不会放过他的。陆行舟的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随即是深深的懊悔。云兰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我没有丝毫犹豫。回不去了，眼看覆水难收，他无力地垂下了脑袋。最终，陆北萧跟陆行舟达成了协议，天盛的合作由3个月改为3年，合作力度也翻了1倍。陆行舟酒店抓奸这件事结果，1个月后对赌完成，和我离婚。至于给我下药的罪魁祸首苏可欣，这个女人是真狠。那晚他找人给我下的剂量是想要我的命，还找了好几个拾荒者准备轮奸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苏可欣被陆北萧的人按在地上，他恨得咬牙切齿。当然是为了彻底毁了你，让行舟哥哥娶我。你们已经勾搭在一起了，连3个月你都等不及吗？我疑惑道。他和我在一起不过是生理需求，可他心心念念的是你，每次我们翻云覆雨的时候，叫的都是你的名字。只有你脏了，他才会看到我。苏可欣的眼神失落中夹杂着癫狂。我无语摇头。你真是疯了。我是疯了，可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我不解。呵，一条内裤就能让你怀疑相爱了5年的恋人？你的爱也不过如此。沈云兰，你真的爱他吗？如果你信任他，为什么发现的当晚没有找他问清楚？如果你当时问了，他回答了，后面的事情自然就不会发生了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，是我趁他不注意悄悄放进去的。苏可欣一脸得意地嘲讽我。我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的，我和陆行舟被苏可欣耍了，一切都晚了。什么内裤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陆行舟焦急地问。我简单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下。
陆行舟听完后，气得双眼通红，恨不得掐死苏可心。苏可心，你这个贱人！没想到你如此恶毒龌龊，你毁了我的婚姻，毁了我的幸福。我龌龊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虽然我是始作俑者，可禁不住诱惑，不是你吗？和我随地大小做的不是你吗？如果你足够坚定，又怎么会被我得逞？现在将所有的错都推到我身上，真是可笑。陆行舟继续狡辩，如果不是你蓄意勾引，我怎么可能会犯错？云兰，你听到了吧？都是误会。我平静地打断了他。陆行舟，别再挣扎了，我们都没有通过考验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出轨的借口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我也真心爱过你，很爱很爱。但是现在心有芥蒂，不爱了，也是真的回不去了。就这样吧，好聚好散。陆行舟红了眼眶，愧疚地低下了头。云兰，对不起，过往种种都伴随这句对不起烟消云散了。最终，苏可心因为故意伤害罪被送进去了。对待想让我死的人，我绝不会手软。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否则要法律有何用？1个月后，陆行舟如约和我离了婚，共同财产平分。从此以后，否极泰来，我也是一个有钱的单身富婆了。自从离婚后，陆北萧开始频繁制造偶遇，出现在我身边。一晃半年过去了，初，你说过要对我负责的，什么时候给我个名分啊？陆北萧眯着一双好看的桃花眼，无辜地看着我，看得我灵魂出窍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这是闹哪出？反差萌吗？陆北萧，你最好好好说话。你的员工知道你这样吗？哦，好吧，原来你不喜欢我温润如玉，喜欢强制爱呀。陆北萧恢复了往日的高冷，188的身高直接将我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。这是发情的前兆啊！想到酒店那晚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哆嗦。陆总，其实你撒娇卖萌的样子也不错。晚了，下一秒将我拦腰抱起，往卧室里走。月影晃动，留下一世旖旎。番外，陆行舟那晚带苏可心回来，只是为了刺激云兰。可即便我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她都无动于衷。我彻底慌了，她好像真的不爱我了。当时我特别不理解，圈子里的男人哪个不是养好多个？我不过是一时失足，睡了苏可心。其实第一次和苏可心发生关系后，我是害怕的。可是想到云兰那么爱我，就不怕了，甚至笃定她一定会原谅我。可我没想到，直到那晚，她和陆北萧在一起，我才体会到我出轨时她的感受，也清楚地知道我是真的失去她了。她和小叔叔结婚那天，我偷偷去了，就像是一只躲在暗处的老鼠，窥探着别人的幸福。可这幸福本该属于我的，却被我亲手毁掉了。我真的好后悔，好后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